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Toyhunter， 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 Jada Toys 这边 Next Level 系列里面的首款产品 Invisible SDCC 限定版的马克·格雷森。这款角色呢，出自于《无敌少侠》第3季里面最后大战征服篇的这样一个最终的场景。可以看到呢，背后的剪影图是一些剧中的一些经典画面，比如说这边的这个马克战争，或者说无敌战争里面的各种变体的邪恶马克，然后这里还有艾伦啊等一些宇宙的这个囚犯等等一些角色啊，然后看到背面呢是这边惊慌失措的马克的这样一个玩具实物渲染图，然后背后呢还有一张非常巨大的压迫感极强的征服老爷子的这样一个虚影。我非常喜欢整个盒装的整体的这个美术风格啊。那么话不多说，直接来开箱吧。好的，本次 SDCC 版本的无敌少侠马克·格雷森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全部的内容物其实就这么多，但是作为 Jada Toys 的玩具来说，我觉得这个配置算是刚刚好啊。因为主打是造型还原，然后同时呢也是比较好玩的配件，方便去替换。那手型给的非常克制，握拳手型呢作为主打的这种常规放在盒子里面的这个基础配置当然是配备了。然后超绝手刀手型，维特鲁姆人的经典手刀啊，看过动画的朋友呢，应该都是看过剧集的朋友都对这一招非常的熟悉啊。但我觉得在马克身上，这个手刀配件呢，应该是作为飞行特效件去进行展现的。他很少用手刀去攻击或者说终结对手，大部分的情况他都是用这个拜年打法。无论是对征服老爷子，还是后续的这种对手呢，基本上用头锤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我觉得马克的战法很有意思。再就是一对龙爪手型，这对龙爪手型呢，也都是做出了这种不对称的涂装设计。那无论是这个线条的感觉，还有这个血渍的涂装，也都恰到好处。那可能是刻意而为之啊，这边的这个血迹的颜色干涸度呢会有所不同，但是也可能是直接附在了深色的底色上面，让它有了这种鲜血和干涸的血液的区分，个人觉得看起来还真的是蛮有意思的。接下来的配件呢是这颗征服老爷子的头雕，这个头雕呢是明显头锤之后啊，终于要认真起来的样子啊。但我更希望能够附带到这个场景里面，毕竟是个 SDCC 版本啊，因为它现在呢，比如说腿部的这个伤痕啊，但是我更希望看到的就是对拳之后，征服老爷子他不是有一只手是一只嘛，那是一只被打碎的这个特效件，如果能放进来就更好了。然后剩下的这个特效件呢，一个是这种拳风特效件，然后另外一个是比如说绑在腿上，或者说挥拳挥手刀的这样一个造型。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一次玩具的主体部分。首先360度的旋转一圈，给大家去看一下背后非常大的这个破洞，而且呢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涂装，然后青一块紫一块的，写实的过程中呢又加上了阴影以及这种漫画的或者说动画里面的线条。很多人说无敌少侠的这个动画制作比较贫穷啊，我个人更倾向于它的整个制作成本是有它的侧重点的。比如说大战的时候呢经费爆炸，那平时日常的时候呢该平移就平移，包括呢第2季里面也有专门的一集里面几分钟，就是他和安博逛漫展的时候就专门去以官方的角度去吐槽了一下他们怎么去节省动画经费的。然后看到背面这些伤痕涂装呢也都没有去做省略。看到正面呢常规的这个马克，这次的这个马克呢常规脸呢与其说是平静脸，不如说是它有一点微微发笑的这个感觉啊。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头雕血渍就是最丰富的这个头雕呢，其实应该配一个龇牙的表情。这个表情呢，反倒是会觉得它应该放在平行宇宙的变体邪恶版本的马克身上。你看，它明显就是一个天生杀人狂的这个表情啊，感觉非常的诡异。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可以接受。目前把玩下来，美中不足的就是它这个头发
天灵盖啊稍微有一点点松，但是不至于有点像我大力甩的话不至于脱落，但是玩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没有那么的牢靠。头雕部分呢，这一颗头呢大概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可动性。首先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血迹的这个流向啊，还有这个逻辑呢都是比较合适的。抬头的幅度呢大概是这样一个幅度，可以望到天空做飞翔的姿势没有问题。低头的幅度呢，看到自己壮硕的小小的结实的胸大肌也是没有问题的。手臂部分呢，蝴蝶关节，这一次的蝴蝶关节拉伸收缩。胸口战衣的延伸，细节方面没有任何的断档，个人觉得非常的优秀，甚至呢往上还有一段。它这个蝴蝶关节呢，应该不是传统的一根轴，它是插到里面去的，类似于街霸的系列的蝴蝶关节，感觉是这个样子。360度的大回环旋转，超绝的这个平台，二头肌的曲走幅度，而且肘部过渡呢是非常优秀，手臂。旋转，然后传统的这个转轴，这个转轴呢稍微有点紧啊，我建议大家即使夏天玩的时候呢，也是电吹风伺候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胸腰关节我们简单来玩一下，挺胸幅度，来到了往后的将近60度，但这个地方会有一丢丢的穿帮。那我个人觉得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它这个豁口，这个豁口切分之后，你可以看到啊。弯腰幅度不借助任何梯形关节，它弯腰幅度呢，甚至没有动髋关节啊，它可以来到往前的60度。这一点呢，这个卷腹呢，我觉得是加勒托伊斯一贯而来非常好的设计。左右侧腰呢各45度左右的水平，非常的 nice 啊。简单来说呢，这款玩具呢非常适合在手边把玩。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画画的朋友的话呢，这款玩具的这个素体呢，作为画画的人形素材呢，也都是非常 OK 的。比如说，虽然它没有这个髋关节的下拉关节，但是软胶裤衩没有任何干涉，也不会对这里边的漆面产生划痕。双段关节的这个屈膝幅度可以做到小腿贴大腿，因为它的腿部呢并没有说特别的粗壮。那这边小腿贴大腿，我们可以做出一个非常正式的深蹲，因为它的这个胫骨前肌啊，或者说这个前屈的这个能力还可以，非常不错。脚尖也有一段可动，不会太松。踮脚的幅度，包括呢小腿下半部分黑色部分名不见经传，但是它可以旋转，非常的 nice。手感方面一如既往的优秀啊，虽然有点紧，但是呢在把玩的过程中，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流畅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换它的头雕。首先呢，轻松拔头，我们换下来是一个乱发版本，流着鼻血龇着牙的马克·格雷森。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啊，它不仅可以换头雕，还可以换他们的这个头发。你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非常标准的马克·格雷森，换上一下这边的这个头发比较凌乱的这个造型呢，就更像天生杀人狂了，对吧？整体的这个表情非常的自信，但是又满脸鲜血的样子。那我们还是把它还原成这个比较平静的样子。刚才换头发发现啊，其实每一个头雕的，就是如果说替换之后呢，它这个头发插入的深紧度，不是深紧度，就是紧实程度和这个公差呢，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一点还蛮有意思的，我到时候来研究一下。可能是我个人手上这一只的问题啊，但是整体的把玩手感，我个人觉得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毛病。还有这个脚踝，这个脚踝呢，其实确实有点紧啊。要把它复位到这个基础位置呢，需要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技巧。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个金鳄脸。这个金鳄脸呢，基本上呢就是被打到一半之后才出现的表情啊。我觉得这一次 SDCC 给了这么多马克表情包呢，真是非常的优秀。也希望能够还原这个第2季和第3季里第2季或者是第1季里面全能侠暴打马克之类的那种场景啊。这个我觉得，如果说刚刚开始入坑这个加勒托伊斯的玩家呢，其实常规的无敌少侠的造型，如果说正好又看了无敌少侠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大家对第1季的这个经典造型呢，应该也是非常喜欢的吧。你看这个造型，而且我觉得这次的面雕上面的喷印效果呢，已经来到了加勒托伊斯的3.0版本啊。
之前街霸的这个，一个是它为了还原游戏里面的这种感觉，那现在呢，这个配音的效果、精准度还有精细程度呢，我觉得已经直逼其他的这个厂牌了，第一梯队的一个水平，而且它还能保持这个非常一贯的这种画风，它把这个平面的这个动画剧集里面的这个效果，然后和这个立体的面雕结合在一起，整个的平衡是做的比较好的。然后最后一个吃瘪头，这个吃瘪头呢，其实在吃瘪的过程中，他每次肿的都好像是自己的左眼啊，无论是第一季、第二季还是第三季，每次受伤的比较严重的都是左眼。可能也是这个剧组玩的一些小彩蛋之类的，但是这一点我没有去深究啊。脸上的这颗头雕的涂装，脸上的这个细节、阴影的这个变化、发紫发青的这个感觉是做的非常到位的，个人觉得相当不错。整体的观感来说，我最喜欢的是这颗头雕，其他的这几个头雕呢也都是非常精彩的。那当然，你除了 SDCC 版本的话呢，后续的常规版本我有机会拿到了之后，一定会跟大家第一时间去进行分享的。第一波的玩具呢 ，SDCC 没想到先出来，然后后续的会有这边的马克兄弟，就是常规配色版本的黑蓝配色，常规版的马克格雷森，以及他的弟弟 Oliver， 还是小小的那一只，非常可爱。然后再就是我们的这个征服老大爷啊，毕竟他这只给了这样一颗头雕，我必须有他的素体才能一起摆出这个名场景啊。后面的全能侠、伊芙啊、原子女侠啊这些角色呢，也希望加大Toys快一点给我们端上来吧。最后呢，我们做一下身高上面的对比。常规的这个马克格雷森的算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这个6寸的人偶。我们这边请出街霸系列里的老演员，我非常喜欢的角色飞龙啊，做一下横向对比，那可以看到它比飞龙要高出小半个头的感觉。然后再拿出谁呢？我们拿出这边的 Mobile Legends 夜魔侠。横向对比，身高方面呢，非常标准的这样一个6寸身高，他毕竟还在成长中啊，他不是一个那种鸡霸，不是那种超级的肌肉大块头，那这样一个身材比例，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不赖。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了，你会入手这款 SDCC 版本的无敌少侠战损版马克格雷森吗？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那这里是 Toy Hunter， 我们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